如果说用北京一套小公寓就能换上一套大别墅，你敢信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前段时间呢，有个外国的粉丝过来找我看房，当时我还惊讶呢，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跟我说自己在北京买不起房，还是在和同学租房子住。我也纳闷，外国人也没钱吗？在他看完房之后呢，他果断地选择了一套中式风格的别墅。看来这老外的眼光呢，还是受到了国人的感染。走，咱们今天去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房子呢是位于北京的一路之隔，距离北京呢是非常的近，上班下班包括以后的养老退休啊都是非常的舒服。外观呢来看，这套别墅采用的是一种中式的风格，在南方呢也是比较流行，集齐了中式的元素与现代的材质，巧妙兼柔的布局，风格呢也是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建议呢爱国人士都还是来上一套。进了这道门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入户的过道，两侧呢设计了鞋帽柜，这个地方呢设计的比较私密。来到客厅以后呢，我们眼前直接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大厅，一侧呢是做的餐厅，另一侧呢做的是客厅，而且在环绕四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落地的大窗户。如果说24小时有太阳的话，那一天屋内的照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客厅的旁边呢是一个厨房，厨房这个地方呢可以满足日常的烹饪，顿顿让你吃上4个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从厨房出来之后，我们直接来看一下1层的客房。在这个地方呢做的是一个老人房，老人房的空间呢很大，这里呢可以容纳下一张很大的双人床，加上一个大衣柜，以及整个房间的装饰看上去就有一种让人舒服的感觉。长辈房的旁边呢是一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边设计的是干湿分离，而且整个卫生间的布局呢是宾至如归的感觉。1层我们看完之后，再来到外边看一下花园的地方。花园呢打造的是一个与现代结合的维和式庭院，跟家人呢在这里饮茶聊天，孩子呢在里边嬉耍打闹，小宠物呢在草坪上昏昏欲睡，简直是每天在享受那种天伦之乐。不到300万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家，比挤在那小公寓里边可舒服多了吧。好了，这一层看完之后呢，咱们直接到2层的休息区去看一下。来到2层之后呢，上完楼梯直接来到的就是一个2层的客房，在这里呢可以打造成一个儿童房。这个房间呢和1层的老人房是一样的大小，而且在旁边呢也有一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边的布局依旧与楼下的是一样的感觉。这个地方看完之后呢，调过镜头，咱们再来里侧看一下。里侧这里呢做的是一个套间，这个地方呢也属于是主人房了。当时老外看完这个房子，我靠 ，Come on baby， 就是个他了 ，nice， 跟我说的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呢，外侧这边呢设计的是一个书房，所谓是书房呢，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隔断隔出来的。这个地方呢空间比较大，完全可以同时利用成2个空间。两侧的衣柜呢也是可以容纳下更多的储物。里侧这边呢就是卧室区，卧室区的空间呢是一个方正的感觉，墙面上呢采用的是新中式的一种手法打造，而且整个空间布局起来非常浪漫。继续呢，咱们来看一下里侧这边呢还配备了一个很大的卫浴功能区，这个地方呢可以放下一个很大的浴缸，并且呢加上了一个双台面的洗手盆，以后呢夫妻2人在这里共度一个世界，可谓是真的很舒服啊。而且在卫生间这个地方呢还打通了一个户外的露台，那这个时候洗完衣服也可以直接在外边晾晒的。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关注牧羊，带大家看的都是好房子。实际上除了向房开公司、销售中心购房以外呢，还有顶账房和法院竞拍的等多种房子可以购买。很可能有的人对法院拍卖的房子不太了解，这往往呢也是债权人对于房屋抵押出来的债务无力偿还，并且呢向司法部门申请办理对贷款人强制执行的房子。拍卖的房子通常只需要偿还负债，因此价格会很低。房子呢也是通过了法律途径，所有的房屋资料手续也是合法合规，处理过程呢也是相对比较详细，所以也是安全靠谱的。可是即便如此，买这样房子的人也是很少。法院的房屋竞拍程序详细，价格便宜，手续还齐全，为何没有人买它？答案十分简单，看到这里的朋友呢，是否能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给个赞哦。我们继续往下说。
第一呢，就是全额付款。法院一般拍卖的房子都是要求必须全款交易的，这也是为了补充原房主欠的部分。虽然房子比较便宜，价格一直小于是市场价，但是全额付清依然是一个较大的数量。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么多钱还是很难一次性拿出，这也是拍卖的房子不易售卖的因素之一。其次呢，是房产税很高，一般法院的房屋将征缴很高的房产税，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在贷款人在面临破产的时候会出现现金流的问题，直到破产无力偿还的时候，该房屋将由金融企业抵押交给法院竞拍，随后呢售卖为他人。除开房子的钱，他还必须付款一些其他的花费，比如说是土地的增值税、房产契税、企业所得税等，这也是一个较大的数目。最后还有就是不包括售后和维修服务。许多法院在竞拍房地产业的情形下呢，只管售卖这一环节，也就是说只管产权卖出，并且呢保证其过户。但是对于房子纠纷和能不能住进去，这也是法院一律不管的。所以呢，也会有的人假装不知道我的房子已经被拍卖了，就是不从房中搬走，这样呢也让购买人感到很烦。即便以后是通过司法途径协助你操作，也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之前的房主名下只有这一套房，或者是房中还住着其他家人和老人，因此呢，法院将充分考虑到保持社会稳定，将不予执行。照这么看，尽管法院的房子是非常值得买，之所以没有人买也是没有道理的。答案呢十分简单，换作是你能买法院竞拍的房子吗？今天咱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位于北京边上的一个养老新城，相对于到北京的距离呢，也是很近的一个。这套房子呢是一个二手的，来到入户这里呢，咱们看一下，一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客厅。这个别墅里边的地面和墙面以及屋顶的装饰都是已经给做好的。之前的装修效果呢要比较传统一点，地砖呢也用的是一个60的方砖。咱们再往里来看看。这块呢是餐厅的一个分区，比较独立。将来住进来的话，摆上家具以后，整个空间就会显得很温馨了。在餐厅的顶子上呢，有一个挑空的空间，是采光井的一个设计手法。餐厅的旁边呢是上楼的楼梯，一会儿呢咱们再上去看一下。楼梯扶手呢，当时也是用了实木的红木打造，台阶呢使用的也是大理石的材料。当时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核到的是18000一平，经过了几年的起起落落。加上今年的楼市价格又回到了解放初期，当时呢也没想着要出手。咱们呢再往里边来看看，这个呢是厨房，厨房的装修呢也是现成的。其实如果能接受这个装修的话，直接拎包就能住了。整体来说，这种别墅还是很不错的，都属于是南北入户，前后带花园。再从厨房出来的对面呢是1层的工位。卫生间这边的家具呢也是给做好的。这个房子呢一天也没有住过，以前呢也是偶尔过来收拾一下，后来赶上疫情出国以后呢就一直没有回来，一直呢也是没有顾上。卫生间里边呢是一个单独的马桶区，这一点设计呢是有点多余的，我觉得。到这里呢咱们就把1层看完了，再去看看2层呢是什么样子的。顺便呢也试试这个楼梯的效果陡不陡。楼梯比我上期去看的那个要好很多，比较宽敞，不显得紧凑，而且在上下楼呢也不会感觉到累。上来后呢，咱们这边一眼看到的就是刚才在餐厅的时候那个挑空的空间，前边的围栏呢也是实木做的。南向这边呢是客房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地面呢使用的是实木的复合地板。房子的设计比较早呢，有了6、7年了吧。在卧室里边呢还带了一个卫生间，瞧一瞧里边的这个标准的生活卫浴也都是给做好的。如果喜欢泡澡的话呢，还有空间可以放下一个大浴缸。这个客房呢看完之后，咱们再来北向这边看看。现在呢咱们眼前看到的也是一个客房，2个空间是一样的，但是这边呢有个落地窗的感觉。其实呢这里呢是一个可以通向户外露台的一个带门的窗户。这个房子呢从买上到现在也没有住过人，也没有出租过，其实呢就跟新的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变化。卧室里边呢还有个小空间，以后呢可以做成一个衣帽间。我以前在其他房子里边也见过这种设计，作为了儿童房。拐过去之后，这个房间里边还有一个卫生间，相当于是1间房1个厕所。这种设计呢生活起来还是挺方便的。现在呢这个2层呢咱们也看完了，最后呢咱们再到3层去看看效果到底符不符合要求，看完再做决定吧。
走，一起上楼。这一层上来以后呢，南向这边呢是一个主卧室。这个卧室呢属于比较有特点的，是一个南北通透的那种，你见过吗？夏天呢直接开窗户，过堂风一吹，好了，非常凉快。里边呢这里呢也有一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边的布局也都很齐全。出来之后呢，来北向这边看到的设计是一个露台的效果，无论是喜欢阳光盆还是天台，以后呢都是随自己的心愿。好了，到这里呢看到这优美的景色，也就看完今天的全部内容了，下期再见。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在北京边上的一个休闲小镇，年底呢房价是呲呲的往下滑。Nice， 走，咱们今天呢一起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这个地方的环境呢还是真不错，旁边呢有迷人的万亩湿地公园，夏天的旅游人呢还是天天爆满。而且这个地方的房子呢都是温泉水直接入户的，很多人花不了几个钱在这里买一个跟小别墅一样的房子来养生泡温泉玩。今天呢咱们来体验的这个是一个上下2层，大概有80平的这么一个使用面积的房子，也是在这里比较热的一个房子。冬天虽然天气冷，但是呢我依然会去为大家拍摄房子，无惧寒冬，只为宠粉。感谢支持，话不多说，一起去看一下吧。眼前咱们进入的这个房间呢，看到的是入户的位置，一眼看上去全屋铺的都是木地板。这边进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房子比较小，可以说是一个生活中的小玩具，但是呢五脏齐全，要啥有啥。厨房的对面这边呢是一个卫生间的设计，卫生间的空间呢还是很大的，同时在这里呢还可以洗脸上厕所，也能和洗衣房并用。继续出来以后呢，这边是餐厅的空间，房子虽然不大，但是你看到的这种布局还是挺灵动的。餐厅的空间呢使用起来还是游刃有余。再往里呢，这边是客厅，也就是这个房子值得一提的空间。客厅的上空呢是一个与2层连通挑空的设计，住起来呢有种别墅的体验感。而且整个房子的装修效果呢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一整面的采光大窗，整个屋子的采光日后就不用担心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向这边的阳台上呢还有一个泡池，非常有亮点。因为呢是温泉入户，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么一个小池子，来作为日常的休闲养生消遣。继续，咱们上2层看一下住的空间怎么样呢？2层上来以后，镜头直怼的这边呢，就是一个榻榻米的休闲区。这里呢，也能作为一个平时下棋啊、听歌啊，或者是可以睡个午觉的地方。空间呢，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私密。旁边呢，这里还有一个电脑桌，可以用来日常的办公之类的。外边这块呢，设计的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卧室。看到这里的人呢，都可能会说，这种卧室一点都不私密。但是也有的人会说，这种感觉充满了现代的生活仪式感。其实在我看来呢，老夫老妻的在一起，又不让外人来，要啥私密啊？继续，咱们走起。这个卧室的套间里面呢，同时还配有一个卫生间，里侧的是淋浴间，外侧的是洗漱。要说生活度假嘛，这个小别墅一样的房子还真不错。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关注牧羊，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你看住在这样的大花园里边，你喜欢吗？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江南的夏雨荷，没准哪天还能遇到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今天呢，咱们来看一个纯中式的合院别墅，上下2层，4房3厅3卫，200-300万，咱老百姓能看得起的好房。今儿个咱们就把它赚起来。房子是一个70年产权的别墅。眼前呢，咱们来到的是房间的入户地方。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实体的样板房。一进到房间的门口呢，这边便是一个换鞋的区域，两侧做了可以储物的衣帽柜。这个房子也是有史以来拍过一个非常贴近自然，并且呢是依托于江南风格设计的典范户型。周边的城际高铁以及公交站也让到北京的方式变得方便了很多。我们继续通过入户走廊这块呢，直接来到的就是大厅的空间。这个大厅横向占据了有8米，融合了餐厅和客厅，并且呢两边都是带有一个落地玻璃的大窗，这可是非常大的那种啊。而且呢，整个窗户据说是从南方生产运输过来的。餐厅的正好占据了大厅的1/3，一张6人位置的餐桌呢，足够你使用。而且呢，小区里边的业主食堂也让你懒得做饭的时候呢，方便一个就餐的问题。客厅这边摆放下的是 U 型的环绕沙发，通过这一整面的窗户呢，欣赏外边的风景，也够你消磨这一天的寂寞时光了吧。现在咱们看到的是厨房，配套了厨具，五脏齐全。
家常便饭肯定是够施展厨艺了。继续，咱们再往里呢，这边看到的是一层的工位，干湿分离的设计风格呢，使用起来也是貌似有些紧凑。旁边这里呢是一个超大的一层长辈房，几乎也用到了一扇很大的落地窗，采光呢不仅很充足，也让老人的心情呢显得不会很压抑。如果再配上一个有天有地、街巷阡陌的江南园林，仿佛在这个带有情怀的院落，就可以享受到诗和远方，细品一杯清茶，小聚3、5好友。好了，不抒情了。继续呢，咱们再来到2层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楼梯一上来呢，正对的就是客房，旁边呢是卫生间，基本上呢是与1层的布局是一样的，只是呢入口少了一堵墙。右侧这边进来后呢，看到的是主卧的套间，一进到门口这边打造的是一个书房，两侧呢都设计了一个通顶的衣柜，这得有多少的衣服放在这个房间啊。往里看到的就是主卧的休息区，墙面上的灰调子软包形式的墙板设计呢，加上床头的江南水乡情怀画境，这一看就是给老年人设计的休闲居所。主卧套间这边还带有一个私用的卫生间套间，双台面的洗手盆加上泡澡的大浴缸，都是可以让你在这里实现的。而且呢，卫生间还带着一个露台，你见过吗？关注牧羊，咱们持续看北京边上的好房。